3年前大夏宫变，我身为大夏女帝，流落中州，险些饿死。是书生潘仁美一碗糙米粥救了我，为了报恩，我隐去身份下嫁于他，暗中助他5年内连升7级。1年前，京城叛乱再起，我不得不悄然离家去平叛。如今叛乱平息，我带着内定他为博望侯的圣旨回来，本想给他一个巨大的惊喜。站住！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妇，居然还有脸回来！婆婆，对不起，我……呸！别叫我婆婆，少在这攀亲戚。你离开家整整1年，谁知道你跟哪个野男人鬼混去？我们潘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我离家这1年是有苦衷的，我是去处理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哼，苦衷？你能有什么苦衷啊？你一个乡下村妇，除了会勾引男人，还会干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潘家现在是今非昔比了，容不下你这种不守妇道的脏东西。我是否守妇道，仁美心里清楚。我要见他。你做梦！把他的破包袱给我扔出去！看见了吗？你就像这地上的破包袱，赶紧给我滚出去！别脏了我们潘家的地界。婆婆，你这是做什么？我与仁美是拜过天地的结发夫妻。哼，结发夫妻？你也配？你连个蛋都下不出来，还占着正妻的位置，简直不要脸到了极点！今天只要我在，你休想踏进我潘家大堂半步。仁美在哪里？让她出来亲自跟我说。把人给我轰走！乱棍打出去！乱棍打出去！嘿，住手！呀，儿啊，你怎么出来了？这种下贱女人，娘给你打发了就行，还别脏了我的眼睛。娘，你怎么这么说双儿呢？你们在这干嘛？走！仁美，我回来了。双儿，我好想你啊。我也想你。可是潘家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再是我的妻子了。哦，对了，拿着。休书，我离家1年，你连问都不问我一句，直接给我一封休书。不是我不想问，娘不让。娘说你离家1年多，她说你不守妇道，让我休了你。我跟你说过了，我是去处理重要的事情。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一个村妇！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潘家马上就要娶太师之女碧莲为正妻了。太师之女，你要迎娶别人？当朝太师沈验方亲自向陛下举荐我，太师大人常常说我是旷世奇才，一手把我提拔上了侯爷的位子，但是要求
让我娶碧莲为妻。只有这太师千金，才配得上我这侯爷的身份。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沈艳芳提拔的，原来沈艳芳把提拔潘仁美的功劳揽到了她自己身上。这本望侯明明是朕亲自下的圣旨，只不过是让太师代文去办罢了。这老狐狸竟敢中饱私囊，拿着朕的恩赐去笼络人心。就是，我们碧莲小姐可是千金之躯，你连给她提鞋都不配。咱们俩在一起已过3年了，我的人品你是知道的。来，这里有50两，你拿着，找个地方等我几年，等我把这侯爷的位置坐稳，我就接你回来，重新迎娶你，啊？50两，等你几年？你真的以为你能有今天的位置，全凭你自己的本事？那当然是靠太师府的赏识和提携了。啊，加上我自己才华横溢，饱读经书，还有托望你一点点的照顾。才华横溢，太师府提携，没有我，你连一个小小的县城都不是。你3年内连升7级，你以为是太师府在帮你？哎呀，你一个乡野村妇，懂什么朝堂之事？你不要认为我要娶碧莲，你就嫉妒人家吧。哼，我嫉妒他。嗯，你这个弃妇，居然敢私修书！你还敢打我儿子？没事，你打我，我也不会生气。听我的，你捡起地上的银子，即使你撕毁了休书，我也一定不会要你。收起你这副虚伪丑陋的面孔！我告诉你，潘家从我这里拿走的一切，我会连本带利全都拿回来。反了！来人，把他给我拿下，给我打死！出了事我负责！为什么非要自己找死？住手！昭明，他怎么来了？大夏天下兵马大元帅，更是执掌暗网的隐门之主。我能自小定下婚约，却被我悔婚的前未婚夫。5年前，我刚登基，朝堂未稳，内忧外患。为了不连累他，我只能隐瞒身份，狠心对他悔婚。这些年，他为大夏镇守边疆，战功赫赫。定是他得知了我在中州遇险的消息，日夜兼程赶来护驾的。我见他太多了。你谁啊？再敢上前一步，死！再敢上前一步，死！这是怎么回事啊？
敢在潘家大宅门前撒野？哎，哎呦，碧莲小姐，你可算来了！就是这个贱女人，不仅撕了休书，还带个野男人，把我们潘家的下人都打伤了。你就是那个霸占了人美5年的乡下村妇？你是沈碧莲？放肆！本小姐的名讳也是你这种下贱人能直呼的？你不过是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弃妇，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大呼小叫？我与潘仁美尚未和离，现在还是这潘家大宅的正妻。正妻？简直是可笑！人美马上就要成为博望侯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来人，把这个拿剑的野男人给我拿下！我看谁敢动！怎么，你要造反不成？沈碧莲，我劝你别太嚣张。若你今天敢动他一根汗毛，我保证太师府必遭灭顶之灾。灭顶之灾？在这中州，我太师府就是天，谁敢动我太师府一根毫毛？碧莲小姐说的对，这个贱女人就是个扫把星，带着你的野男人赶紧给我滚！惹怒了太师府，小心死无全尸。很好，潘仁美、沈碧莲，3天后万华楼升迁宴，我会让你们知道这中州的天到底是谁。3天后，好啊，我倒要看看3天后你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到时候我要你给我跪下，磕头认错。我倒要看看3天后你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到时候我要你给我跪下，磕头认错。你敢瞪我？我看你是不……你干什么？你敢伤我？我要诛你9族！碧莲，你和这种人一般见识，降低了身份啊！诛9族，恐怕你太师府的9族加起来也不够砍的。你个贱人，你敢威胁我？你给我跪下，磕头认错，否则明天让我爹派兵踏平你们！陆昭明，我们走。是。3天后，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昭明，边疆军务繁重，你不该擅离职守的。影门传信，在中州会有人对陛下不利，臣万死也必须赶回来。5年前我刚登基，内忧外患，为了不把你卷入死局，只好狠心当众悔婚，让你遭受非议，远走边关。雷霆雨露皆是圣恩，保护陛下是臣的本分，臣从未怪过陛下。可是你越不怪我，我就越觉得欠你太多。这5年来，你为大夏戍守边疆，吃尽了苦头。如今我身陷险境，又是你星夜驰援，护我周全，这份恩情，我不知道该如何偿还。只要陛下平安，对臣而言，就是最大的补偿。至于过去的事，陛下不必挂怀，臣也早已放下了。臣也早已放下了。张明，谢谢你。等中州事了，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好好弥补你这些年受的委屈。陛下言重了，正事要紧，请陛下明示，该如何处置潘家？
立刻飞鸽传书给内阁，切断对潘仁美所有的资源倾斜，把他升迁档案全部调出来封存。遵旨。陛下，要不要直接派禁军把潘家大宅给抄了？不行，再让他们得意3天。传旨给阿韦斯，彻底密查中州太师府及其党羽的所有底细。我要他们这5年来买官卖官全部铁证。属下明白。还有，去通知中州知府和丞相吕不平，3天后的万华楼升迁宴，必须给我秉公办事，不许包庇潘家和太师府。若是包庇，按同罪论处。丞相吕不平正在中州巡查，我立刻去传口谕。潘仁美不是觉得是太师府捧红了他吗？那我倒是要看看，这座大山倒塌的时候，他这个博望侯还能不能够做得稳。去办吧。遵旨，属下告退。碧莲小姐，您快尝尝，这是雨前龙井，我们潘家特意为您去买的。您能来我们潘家，那简直是给我们这小地方蓬荜生辉啦！我爹说了，仁美马上就要被封博望侯了，那潘家的门楣也算勉强能配得上我太师府。太师大人真是折煞我们了，我们潘家能有今天，全靠太师大人提携。对，嘿嘿，若是没有太师大人在朝中替我美言，我潘仁美怎么可能3年内连升7级？这份大恩大德，相公没齿难忘。你知道就好。你那个乡下的正妻，我已经替你收拾过了，你明天就派人把他赶出城去，别在这碍眼。那是当然，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把休书给他了，以后潘家的当家主母就只有你一人了。陛下，安探传回消息了，说这5年内，您下达给内阁提拔潘仁美的密旨，全被太师沈彦芳从中间做了手脚。怎么做的手脚？沈彦芳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截胡了密旨的消息，又派人去潘家道贺，谎称是他在皇上面前极力保举，这才让潘仁美步步高升。好一个太师府，冒领皇恩，胆子倒是不小。陛下，不仅如此，太师借此机会拉拢潘仁美，顺理成章的将沈碧莲许配给了他，意图控制这个新晋的博望侯。潘仁美就算再自负，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是太师府这座靠山，让他觉得自己有了通天的本事，才对沈碧莲死心塌地。陛下，太师府此举形同谋反，要不要下旨拿下？不必，传旨给中州知府和丞相吕不平，3天后的万华楼升迁宴，我要亲自到场。陛下是想在宴会上揭穿他们？我不仅要揭穿他们，我还要让他们爬到最高处，再狠狠地摔下来。我要亲手撕开这群权贵虚伪恶臭的真面目。属下遵命，这就去传令。去吧。儿子，你这身新官服可真气派啊！等万华楼升迁宴一过，你就是真正的博望侯了。娘，等吕大人一读完这宣告任命书，我看中州上下谁敢不服我潘家？仁美，来着。万华楼的升迁宴，我爹虽不来，但这中州的大小官员都会到场，到时候你可要好好表现哦。放心吧，潘夫人，我一定不会辜负岳父大人的栽培。
潘仁美，嗯，这身官服，你穿在身上不觉得重吗？你这个贱妇，我不是让你滚吗？怎么还在中州？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打出去！现在身边没有野男人，我看你还怎么嚣张！放肆！看清楚，这是什么？一块铁牌子，你吓唬谁呀？哎，龙纹玄铁令，你一个被赶出门的弃妇，竟然敢拿一块假牌子冒充皇亲国戚，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萧凌霜，你从外边捡块破铁牌，就敢来我潘家装神弄鬼？我看你是疯了吧？儿子，这冒充皇亲国戚是什么罪呀？以大下律，冒充皇亲国戚，伪造皇家圣物，株连9族，死罪。你今天死定了！丞相大人、吕不平大人马上就要到，等他们一到，我就让他们把你就地正法。是吗？丞相大人一会儿就到。怎么，怕了吧？怕了就给我跪下，磕头认错。鲜血本小姐还能留你个全尸？不急，我就在这里等着他。我倒是要看看丞相大人来了，谁给谁下跪。我看你这贱妇，全身就这张嘴最硬。来人，关门！本侯爷今天要关门打狗。本侯爷今天要关门打狗。当朝丞相吕大人到。来，下官潘仁美叩见丞相大人。小女太师之女沈碧莲见过丞相大人。草民拜见丞相大人。都起来吧。潘仁美，本相此次前来是奉旨到中州巡查的。大人来得正好，小人有事禀报。说，有人在我潘家大宅冒充皇亲国戚，意图谋反，有犯天威。哦，竟有此事，谁如此大胆？大人，就是那个贱人，他一个被赶出门的弃妇，拿着假的龙纹玄铁令，在这儿冒充皇亲国戚，求大人立刻将他斩首。大人，你赶快叫人把他拿下！你这个贱女人，丞相大人当面，你为何不跪？是不是找死？大胆刁民，见到本相为何不？为何不？微臣叩见。微臣叩见万。下官吕不平参见龙纹玄铁令，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丞相大人，你这是做什么呀？哎，大人，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那明明是块假牌子。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一个被赶出门的弃妇，这怎么可能？丞相大人，你快起来呀！你住嘴！你敢对御赐之物大不敬？你可知道龙纹玄铁令那是皇亲国戚的身份象征？你要造反吗？皇亲国戚？如果这块牌子是真的，那丞相都要跪这个牌子。那拥有这个牌子的萧凌霜，他到底是谁？儿啊，我们是不是惹什么大事儿了？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
他那牌子虽然是真的，但是那贼人偷来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就是这个贼人偷了我太师府的牌子。我爹前几日刚丢了一块御赐的宝物，竟然是你这个贼子偷走，还在这里狐假虎威。哦，原来是这样。这个贱妇偷了太师府的牌子，然后想在这吓唬我，让我不休了他。哎呦，吓死老身了，差点被这个贱女人给骗。那这位姑娘，你觉得这个事该怎么查？既然潘侯爷和沈小姐认为令牌是偷的，那丞相大人不如顺水推舟，暂时不抓人。不抓？对，3日后不是万华楼大宴吗？到时候中州府的人文武百官都在，丞相大人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查清楚这块令牌到底是谁的，不是更好吗？本相就照这个说法来办。大人英明，3日后就在万花楼，让这个贱妇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丢人现眼。萧凌霜，我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到时候我们走着瞧。贱妇，你以为你偷了太师府的令牌就能逼我不休你吗？就是，萧凌霜，看在你伺候我们娘俩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只要你乖乖的把牌子还给碧莲小姐，再给碧莲小姐跪下磕头认错，老身可以做主，让你留在潘家做个平妻。哎呦，娘亲仁慈呀！萧凌霜，你听见了吗？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做我的平妻，以后好好伺候我的碧莲，这样潘家还能赏你口饭吃。平妻？潘仁美，你们这一家子真是令人作呕的垃圾！你骂我？我可是未来的博望侯。割袍断义。潘仁美，从今往后，我与你们潘家恩断义绝，再无任何瓜葛。谁想跟你个贱妇有瓜葛？你滚！别脏了我们碧莲的眼。哼！丞相大人，他们不都认定令牌是偷的吗？那3日后的万华楼大宴，你必须秉公办理，绝不能徇私枉法。下官，本相必定会秉公执法。陛下受敬，微臣万死。微臣是否现在调集兵马，将潘家和太师府的一干一党全部拿下？不必。那3日后的册封大典是否直接取消？照常举行，不仅要举行，还要办得风风光光，把中州乃至京城有头有脸的人全都给我请到万华楼去。陛下的意思是，潘仁美和沈碧莲不是想要风光无限吗？我就要让他们在最得意的时候体会一下跌入万丈深渊的绝望。我要让万华楼成为这群贪官污吏的埋骨之地。微臣遵旨。潘大人，沈小姐，刺史大人，都督大人，人美初来乍到，以后在中州还有仰仗2位大人，多多提携。哎，沈小姐客气了。潘大人年轻有为，又是太师大人亲自举荐的奇才，我等怎么会怠慢呢？冯大人得多多注意啊！这等丞相大人一到，宣读这博望侯的册封文书，我等日后还得多多仰仗潘大人才是。是啊，潘大人才华横溢，又有太师府依靠，
这往后的仕途平步青云。我们来敬潘大人一杯。对，得敬得敬，来吧，潘大人。这就是权力的滋味，所有人都在巴结我、奉承我。只要牢牢抱住太师府这棵大树，我潘仁美迟早能权倾朝野。萧凌霜那个没用的村妇，简直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幸好我已经休了她。对了，潘大人，今日这升迁宴呢，您可算是来对时候了。本官刚得到一个天大的密报。哦，刺史大人，不知道是什么好消息？据从京城来的准确消息，当今圣上大夏女帝正在微服南巡，且就在今日，极有可能亲临这万华楼视察中州百官。女帝陛下要来万华楼，千真万确。这一次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让陛下得知潘大人的才华，那可就不是一个博望侯这么简单了。仁美，你听到了吗？这可是老天都在帮你，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二位大人放心，下官一定好好表现，绝不辜负太师大人和二位大人的厚望。若能得到陛下的青睐，日后一定重谢二位大人。好说好说，那守卫专程为陛下所留，任何人都不得染指。那是自然，陛下驾临对我潘家那是天大的荣耀啊。走，我们再去敬两位大人。今天务必要把场面撑足了。都听你的。梁大人、李大人，沈小姐，潘大人。你这个贱妇竟然还敢到这儿来！我为何不敢来？仁美，跟这种下贱人废什么话？她就是来破坏你的升迁宴的。这个阴魂不散的乡下女人，居然还敢出现！今天这么多大人在场，若是她胡言乱语，岂不坏了仁美的名声？不行，必须立刻弄死她！来人，护院在哪里？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拿下，乱棍打死！是。这个野男人到底什么来头？身手竟如此了得，有他在，根本动不了萧凌霜。不行，不能让这个贱妇坏了我的好事。大胆狗贼，竟敢在二位大人面前行凶！就凭这几个废物，也想动我？贱妇，你不要太嚣张，这里是万华楼，今天来的都是中州的大人物，不要以为你带个能打的野男人就能在这撒野。你个贱人，好大的胆子！我父亲乃是当朝太师，你敢在这儿动手，就是藐视朝廷，藐视太师府。太师府很快就不存在了。你胡说什么啊？刺史大人、都督大人，你们都看到了，此女藐视朝廷，殴打护院，还敢诅咒太师府，这可是死罪。我今日来，不是来听你们乱废的。干什么？给我站那！那可是给皇上留的座位，你疯了吗？大胆刁妇，快从上面滚下来！好大的胆子，竟敢染指龙椅，你不要命了？大胆狂徒，你可知你坐的是什么位置？这个位置是给当今大夏女帝留的。你一介刁民，擅作主位，乃犯的是僭越之罪，是要诛九族的。这座位既然空着，我为何不能坐？哼，刁妇，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太好了，
萧凌霜自己作死，竟然敢去坐那个位置，惹怒了刺史和都督。今天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他。我正愁找不到借口杀他，我今天自己送上门。刺史大人，都督大人，此女不仅顶撞朝廷命官，殴打诰命夫人，现在还敢僭越主位。按照大夏律例，这数罪并罚，当场就可将她乱刀砍死。沈小姐说的对，此女目无王法，狂妄至极。本官今日就替天行道，按大夏律例严惩你这刁妇。杨大人英明，对于这种目无朝廷的贱妇，就该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大夏律例，这群贪官污吏，平时愚弄百姓，现在都跟我讲起大夏律例来。大夏的律法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杀人的工具罢了。是吗？这中州的律法，难道比天子的律法还大吗？在中州，本官的话就是王法。大言不惭！放肆！一个小小的护卫，还轮不到你插嘴。今日你二人休想活着离开这儿。本官这就按大夏律判你死罪。左右，准备拿人。贱妇，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到了阴曹地府，可别怪我不念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好啊，那你可以试试。燕芳兄，哎呀，不好了，出大事儿了！哎呀，丞相大人何故如此惊慌失措？有失身份啊！哎呀，万华楼那边传话了，当今圣上就在万华楼里呀！什么？陛下微服私访到中州了？那咱们还不赶紧去迎驾呀？哎呀，去是得去啊！可是什么？快说！哎呀，可是陛下他是以平民的身份去的，而且此刻你家大千金沈小姐还有那个新晋的博望侯正指着陛下的脸喊打喊杀呢。完了，全完了！碧莲那个蠢货，还有潘仁美那个白痴，竟然敢对陛下动手，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太师府结代人的基业，难道今天就要毁在这两个蠢货手里吗？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要是再晚一步，我九族都不保了。快，立刻随我去万华楼！太师大人，你等我呀！二位大人，此女狂妄至极，分明是仗着身边那个护卫有几分武力。若是今天不将她就地正法，二位大人颜面何在啊？哼，本官岂会怕一介区区护卫？今日若是让她全身而退，以后这中州百姓还不反了天了？二位大人，今天务必要将她乱棍打死。没错，刺史大人，这种刁民绝不能姑息。说得对，本官的威严岂容一介村妇挑衅？都督大人有劳了。好，来人！萧凌霜，你武功再高，能打过这10几个全副武装的衙役吗？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等你死了，我潘仁美就能高枕无忧，做我的博望侯了。你们确定要动手吗？哼，少说废话！来呀，将人拿下，碎尸万段！上！废话少说，来人呐，给我拿下，乱刀砍死！还不快快将这贼妇拿下，乱刀砍死！都愣着干什么？啊！拿下！滚！为什么？啊！上啊！快上啊！一个个的都是饭桶，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大人，他……冯大人，您可是中州都督，手握重兵啊！今日若连一个野男人都拿不下，大人颜面何在呀？就是，这要是传出去，还以为我们中州怕了一个乡下的村妇。大人，赶紧把他们拿下呀！闭嘴！本都督办事，
轮不到其他人指手画脚。这富贵不简单，几个普通衙役恐怕进不了事。要是今天真在这里栽了面子，我这都督也干到头了。只能用那个。哼，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你以为自己能打就可以在我中州地界横着走了？我告诉你，什么才是天高地厚？对，让他们看看大人的手段。对，让他们看看大人的手段。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这是什么？此乃先皇御赐免死金牌。金牌？竟然真的是免死金牌！是，此令牌者，如同先皇亲临，除当今圣上任何人，无权定罪，无权抓捕。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死金牌，太师府竟然连免死金牌都赐下来了。有了这个东西，就算我犯了天大的罪，谁敢动我？萧凌霜，你拿什么跟我斗？潘侯爷乃我中州栋梁，今日本都督就要用这面先皇御赐金牌，倒想看看你们这两个江湖草莽掀起多大的风浪。有金牌在，谁敢造次？免死金牌，这就是让你们肆无忌惮、鱼肉百姓的底劲。今天这块牌子，谁都保不住。金牌在此，还不速速下跪受死！大胆刁民，见到先皇御赐金牌，还不速速下跪受死！滚！都给我滚！废物！贱妇，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那是什么？那可是先皇御赐的免死金牌。你以为你带个能打的野男人就能翻盘吗？就能让我潘仁美害怕吗？痴心妄想！就算你今天把这里人都打趴下，又能怎么样？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来，你动我！你动了我就是死罪，就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就是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你恐怕连免死金牌是什么都不知道。别以为学了几天功夫就可以对抗皇权。碧莲说的对，这就是权力的力量。有太师府做我的靠山，免死金牌保我的命。我潘仁美在中州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现在要是下跪磕头认错，没准我儿子一高兴还能给你留个全尸。你们两个贱人，今天就是死期到了。贱妇，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得罪我？晚了！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要让你亲眼看着你是怎么跪到我面前的。冯大人，别跟他们废话，既然他们不跪金牌，就等同于死罪，赶紧乱棍打死他们！好。先皇御赐的免死金牌是为了表彰忠臣良将，护大夏功臣之周全，而你们买官卖官，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你们真以为这块金牌能够护住你们这帮中饱私囊的国贼？一派胡言！死到临头了，还在这胡说八道，血口喷人！贱妇，我看你是疯了吧？空口白牙就想陷害本侯，证据呢？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就算我们真的贪了，那又能怎么样？我们手握金牌，就是皇权的象征，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没错，你这个贱人，这就是绝对的规矩。在这中州，太师和刺史大人的话就是规矩，还跟一个疯婆子废什么话？冯大人，他污蔑朝廷命官，赶紧用你的金牌把他拿下！哼，大胆刁妇，藐视皇权，污蔑朝廷命官。今日本官就代表朝廷将你正法。萧凌霜，下辈子投胎，记得把眼睛擦亮，别惹你惹不起的人。绝对的规矩，绝对的规矩。
想干什么？你站住！看清楚了，这是先皇御赐的免死金牌，你敢再上前走一步，就是不中。免死金牌在，犹如先皇在，这是要诛九族的。你没听见冯大人的话吗？啊，你敢动金牌一下试试？你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还不给我跪下磕头！这可是免死金牌，你敢拔刀相向，这就是谋逆，这是造反呐！这小子绝对不敢动手，这可是免死金牌啊！大夏谁敢对金牌不敬？他今天不敢砍下来，萧凌霜这个贱人，这辈子都别想翻身。冯大人、刺史大人，还在等什么？快叫人打死他们！他怎么金牌都不怕了？他要干什么？贱妇，你还不让他快住手？难道你想被满门抄斩吗？一块被你用来贪赃枉法、包庇罪恶的牌子，也配拿来压我？大夏的规矩从来不是给你们这些国贼当保护伞的。贼子，你把剑放下！你看清楚了，对金牌不敬，就是藐视先皇、诛九族的！免死金牌竟然被他劈断了，这小子疯了吧？这个是先皇御赐的东西，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一剑劈下去，犯的可是谋逆的死罪。萧凌霜，这次你有9条命，也别想翻身了。疯了！你们全都疯了！这可是免死金牌，你们竟然也敢劈！完了，真的造反了！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大胆的贼子，竟敢损坏御赐金牌！狂妄之极！此乃先帝御赐之物，你们这是在挑衅朝廷！他们死定了，连御赐的金牌都敢劈，绝对是反贼！快来人，把这2个反贼拿下！放走了他们，我们都活不了。一块铁而已，好一个狂徒！你以为劈断了御赐金牌就能杀了我们吗？这可是死罪！这大夏的天下，大夏的律法，什么时候轮到一块死物来做主？只要我在，大夏就没有这些贪官污吏的容身之处。你们的护身符，在我眼里一文不值。金牌已碎，冯都督、杨刺史中饱私囊，欺压百姓。我看现在谁还能保得住你们的命？贱妇，你少在这装腔作势！命人劈断了金牌，今天就算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反了，反了，彻底反了！你损毁御赐金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你们公然挑衅朝廷，猖狂至极！萧凌霜，你死定了！真是天助我也！我本来还怕他这个能打的护卫不好对付，现在他竟然敢劈碎免死金牌，这可是冒犯皇权的死罪，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杨大人、冯大人，大夏律例，毁坏御赐之物，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呀！没错，毁坏金牌就等同于造反。杨大人，现在不用说什么了，赶紧杀了他们！对，就算今天咱们把他剁成肉泥，朝廷也不会怪罪他们，还会重重有赏。让你们猖狂！这些要死的贱人，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我看今天谁还能保你！我去调集兵马，将你们二贼碎尸万段！贱妇，你不是有靠山吗？你的靠山呢？我看看谁还敢保一个死囚！现在，如果你过来给我磕头，一会儿我还能让你死个痛快。一群跳梁小丑，死到临头还不自知，尽情的笑吧，这是你们最后的狂欢了。都死了，也就只剩下这点叫板的球。将这2个反贼碎尸万段！对，损毁金牌，绝不能放过他们。先皇遗训，凡大夏臣子，若涉买官卖官、贪赃枉法、叛国通敌者，十恶不赦。一切十恶不赦之罪，一切免死金牌，皆形同废铁。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这提先皇？你说我贪污通敌，证据呢？拿出来呀！没有证据，你这就是污蔑朝廷命官。就是，冯大人、刺史大人，空口无凭，我们直接拿人吧。证据是吗？好啊，那我就成全你。
你个贱人，还敢拿书砸我！这是太师府和中州官员的暗账，怎么会在这里？这他妈是要命的东西啊！上面全是我经手运作的铁证，这不可能，不可能啊！全完了，这些账本一旦曝光，福晋人美要死，整个太师府都要跟着满门抄斩。还有个气妇，你从哪儿弄来这些要命的东西？儿子，碧莲，这书上写的什么？你不能说话呀！这上面，今年我收了潘仁美2万两白银，批下灵隐寺官职的事情都一清二楚。这暗账不是早就销毁了吗？完了，我可口中都大营3成军饷的流水账全在上面，这要是交到大理寺，可是要诛九族的死罪呀！潘公子，这怎么会？这都是假的，杨大人。这一看就是伪造的，这帮废物一遇到事就乱了阵脚，要是让他们当场认了罪，咱们全得完蛋。我必须稳住局面，只要咬死这是伪造的，他一个弃妇能翻出什么浪花？贱妇，你以为随便找个人模仿我的字迹就能定我的罪吗？刺史和都督怎么吓成这样？难道这账本是真的？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一个被赶出家门的贱人，绝对没有这么大本事。对，假的，一定是假的。大人，这些反贼毁坏金牌，污蔑朝廷官员，他们就等死吧。大夏律法讲究真凭实据，几本让人临摹的废纸根本坐不得住。死到临头还在嘴硬，这字迹是否真假，大理寺一验便知。大理寺？你认为你们两个能活着走到大理寺吗？是不是伪造的？你们心里最清楚。闭嘴！你这个低贱的护卫，我看这几本假账，难不成就是你帮他做的吧？伪造证据，污蔑朝廷命官，罪加一等。贱妇，你的死期到了，我岳父当朝太师马上就到了。这两个废物官员已经下不来了，我必须把岳父搬出来镇场子。只要岳父到了，这几本破账册算什么东西？就算它是真的，太师一句话也能把它变成废纸。太师可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等我岳父大人一到，马上就可以拆穿你这种拙劣的把戏。到时候我亲眼看着你被千刀万剐。没错，我爹马上就到。我爹是堂堂太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贱妇，拿什么跟我斗？等我爹来了，我一定要让他把你们大卸8块。我爹一到，就是你们的死期。你们两个低贱的蝼蚁，死定了！对了，怎么把太师忘了？太师位高权重，只要他肯出面保我，这账本大理寺绝对不敢查，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哼，太师一言九鼎，就你这点伎俩，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够看。亲家公要来了，那太师可是朝廷中的大人物，你们两个贱人，现在要是跪下磕头认罪，没准儿还能保你一个全尸。沈艳芳，她现在只怕是自身难保。我倒要看看你们口中这座大靠山，今天保不保得住你？太师，好啊，我等着。只怕你们等来的不是靠山，而是催命符。哎呀，艳芳兄，你可千万不能这时候倒呀！这跑了一路了，若是迟了来不及了，要掉脑袋的呀！哎呀，奶弟微服私访，就被我那蠢货赘婿当成了弃妇。若女帝今日降罪下来，我太师府今日就要满门抄斩。我怎么招了这么个蠢货呀？芳兄，赶快去请罪呀！啊，这事千万不可以闹大呀！
岳父大人，你可算来了！他们把小旭欺负得好惨呐，你要为小旭做主啊！爹，你怎么才来呀？你快看那个贱人呢！他带了一个野男人，砸了侯爷的升迁宴，还伪造假账本，诬陷侯爷和2位大人，就是他！岳父大人，他们弄2本假账就想置小旭于死地，您今天必须要活剐了他们！这，亲家老爷出马，看你们还怎么做，还不赶紧跪下磕头求饶！爹，你说他一个被赶出门的弃妇，他怎么敢呀？他竟然还敢坐在首位上，他这是藐视朝廷！爹，你赶紧下令，派人杀了他！燕方兄，哎呀，走！哎呀，拜见太师大人，丞相大人，还请太师大人为下官做主啊！是啊，此女猖狂，一定要严惩呐！严惩！燕方兄，您是不知道，此女猖狂到何等地步啊！做主，我倒要看看沈艳芳今天敢不敢替你做这个主。哎呀，燕方兄，岳父大人，岳父大人，爹，让开呀！真的是圣上，他怎么会在这里？完了，这畜生竟然敢对圣上如此无礼，太师府要大祸临头了！爹，你怎么了？你快让人把他拿下呀！就是那个贱人！爹肯定是跑得太累了，只要爹一声令下，我就要亲手撕烂萧凌霜那张脸，我要让他生不如死！哼，刚才那个贱人竟然还大言不惭，一定不能放过他，要把他千刀万剐！对，岳父大人，这个贱妇不仅做假账，刚才还污蔑你，必须要把她砍死。哎呀，闭嘴！你这个蠢货，想拉着全家一起死吗？那可是95之尊的女帝，这是要诛9族的大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岳父为什么要打碧莲？他不是来给我们撑腰的吗？难道他中邪了？亲家老爷疯了吗？怎么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打？这到底是哪出戏呀？狗咬狗的戏嘛，这就开始了。为了保命，连亲生女儿都能下死手，这老狐狸够狠的。爹，你打我干什么呀？你是不是刚才跑得太快了，打错人了？是那个贱人惹的祸！住口！你这个惹是生非的孽障，你想我们太师府满门抄斩吗？爹，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呀！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呢？就是那个贱人，他毁了侯爷的升迁宴，他还做假证，污蔑2位大人。闭嘴！我沈艳芳一世忠良，怎么生出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蠢货？在座的各位都做个见证，从今天开始，我沈艳芳与沈碧莲恩断义绝，她不再是我沈家的女儿。岳父大人，你不能不管我们呐！你要不管我们，我们就完了。谁是你岳父？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少来攀扯我！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是死是活，是砍头还是凌迟，都与我太师府再无半点瓜葛。哼！完了，全完了！太师竟然怕成这个样子，我最大的靠山就这么塌了。想明说，到底抓了太师什么致命的把柄？爹，你不能不要我呀，都是女儿的错。碧莲，滚开！完了，当朝太师都保不住我们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难临头各自飞，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连亲生骨肉都能扔掉。太师真是好决断。燕方兄，微臣教女无方，惊扰了主子，微臣死罪，请主子降罪。
微臣管理下属不力，险些酿成大祸，向主子请罪。岳父大人，丞相大人，你们在干什么呀？你们为什么要跪一个低贱的弃妇啊？她什么都不是，她就是一个被我休了的弃妇啊！你们为什么要给她下跪？你们是堂堂的一品大员呐！这太师和丞相都跪了，主子到底是什么人啊？别废话了，他俩都跪了，咱俩赶紧跪吧。不可能，我爹怎么可能给这个贱人下跪？这绝对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老天爷，连太师都给跪了，我们潘家到底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呢？我不相信，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主子！你们起来，都给我起来！主上在此，你还敢大呼小叫？潘仁美，你的死期到了。这太师大人和丞相大人都跪了，这天下谁人能经得起他们一跪啊？别说话了，赶紧磕头吧。主子饶命！主子饶命！小人有眼无珠，小人有眼无珠，是受了潘仁美的蛊惑，对，才冲撞了主子。俺也一样。给我闭嘴！你们两个墙头草，潘仁美怎么会利用你们这两个废物？不，我还有底牌，我还有大夏国最强的底牌。于大人，诏书在你身上对不对？放肆！松手！不知死活的疯狗，惊扰了主子，你九族的头都不够砍的。你快把诏书拿出来，快啊！跟大家读圣上的旨意。只要读了圣上的旨意，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动我一根头发。于大人，你说话呀！现在就告诉他们，我潘仁美才高八斗，我的策论经验绝伦，圣上一定是看了我的奏折才破格提拔我的。快把诏书拿出来，我要用圣上的旨意直接压死这个不知天高的贱妇。松手！于大人，你怕什么？有圣旨在，他不敢乱来。你松手！无可救药的蠢货，靠着贪腐的银两买了篇文章，就以为自己是旷世奇才。你死到临头了，还在做白日梦。那些都是我的真才实学。快把我的诏书拿出来，拿出来！诏书，这就是陛下赐我的诏书。这就是我的封官诏书，我马上就要一步登天了。小林说：“你这个贱人死定了！我看你今天还怎么嚣张！”大人，快读，快把圣上的旨意读给他们听听。主子，这是封赏诏书，请过目。大人。你疯了吧？你把圣上给我的旨意，你给这个贱妇干什么？闭嘴！只死活的蠢货，再惊扰主子，我现在就派人宰了你！贱妇，看到圣旨还不滚过来给我认错，还敢坐在那藐视皇威！待我宣读了圣旨，我定要诛你九族！你干什么？把诏书给我放下！贱妇，你把圣旨给我放下！那是我的，那是圣上给我的文书。你以为你所谓的那些策略配得上这份诏书吗？你懂什么？那是我潘家祖上积德换来的荣华富贵，只有我潘仁美才配得上。不，我的诏书！我的诏书，我的荣华富贵，我
我的风妻因子啊！疯了，疯了！此女疯了，她竟敢当众烧圣旨啊！你这个大逆不道的贼子！今天就算是吕大人在这儿，朝廷也饶不了你。吕大人，你看到没有？此女猖狂至极，藐视皇权，若不将她就地正法，我等如何向圣上交代啊？完了，岳父跑了，金牌砍了，靠山倒了，我的荣华富贵，我。疯了，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怎敢烧圣旨？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你自己找死，难道还要连累我们大家吗？吕大人，你看到了没有啊？此女猖狂至极，她连圣旨都敢烧，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到底是谁，竟敢如此撒野？闭嘴！吓得你们的狗眼，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当真以为自己有几个头可以砍呢？吕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啊，此女可是连圣旨都敢烧的反贼啊！你们把耳朵竖起来给我听好了，坐在你们面前的是当今大夏的女帝。怎么，现在知道了？刚才不是还一口一个问罪，一口一个千刀万剐吗？尔等罪臣，主上在此，还不磕头认罪？陛下，陛下，陛下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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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罪臣冤枉无处，陛下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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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沈艳芳贪污官银、买卖官爵，还有草菅人命的证据。陛下，他们都罪该万死。陛下，这都是太师逼我们干的，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陛下，官大一击压死人，我们也是没办法。是啊，陛下，求陛下开恩，再给我们将功折罪的机会吧！将功折罪。传旨：杨国栋、冯甲慎、沈艳芳及沈碧莲即刻押入死牢，秋后问斩，满门抄家。陛下，饶命啊！陛下，潘仁美剥夺一切功名，即刻贬为庶人，永不录用。臣领旨。陛下，像这种小人，杀了便是。杀了他，太便宜他了。朕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一无所有。我们走。人呢？我还读什么书啊？哎呦，我的儿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的官位就这么没了，就这一个废物就能把我的爵位削了，我苦等这么多年的爵爷身份也没有了。都赖萧凌霜那个贱人。对，自打他嫁进了潘家，潘家就没过过一天安宁日子，现在居然还敢勾结外面的野男人，陷害你，剥了你的官服。娘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当个平民呐！以前那些巴结我的人，现在见着我都躲得远远的了。儿啊，你别慌，娘听说当今女帝正在南巡，马上就要到行宫了。女帝最是体察民情，嫉恶如仇。哎呦，那些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能把我的身份还给我。哎呦，我的蠢儿子，咱们来一出苦肉计啊！明天你就换上身破烂衣服，当着天下的百姓面告状，你就说萧凌霜勾结外面的野男人，夺了你的家产，陷害忠良。这能行吗？只要你演得够逼真，让全城的老百姓同情你，女帝必然震怒。我们借女帝的刀杀了萧凌霜。
那就算你告发有功，到时候官位爵位自然就来了。冤枉啊！草民潘仁美遭人陷害，求女帝陛下做主啊！草民的发妻萧凌霜水性杨花，在外面勾结野男人，不仅夺了我的家产，还动用私刑剥了我的官服。草民无处申冤，只能求女帝陛下开恩呐！哎呀，太惨了！潘大人平时可是个好官啊，怎能今日落得如此下场？就是啊，那个叫做萧凌霜的女人也太恶毒了，竟联合野男人谋害亲夫啊！这种毒妇呀，就该进猪笼。潘大人比窦娥还冤呐！人美在此，叩谢乡亲们，草民只求见女帝陛下一面，揭发那对狗男女的真面目，还我中州百姓一个青天白日呀！还我中州百姓一个青天白日呀！哎呀，我那苦命的儿子呀！你说我们潘家到底是遭了什么孽啊？娶了这么一个蛇蝎心肠的毒妇！各位父老乡亲们，给我们评评理呀！那个萧凌霜不仅在外面偷汉子，还在家天天都毒打我这个老婆子。他就是个丧门星，他不仅害我儿子丢了官，还要逼死我们一家老小呀！太没有天理了，连婆婆都敢打，这种毒妇绝对不能轻饶。走，乡亲们，我们一起护送潘大人去行宫，求女帝陛下做主。对，去行宫，绝不让那个毒妇逍遥法外。潘大人呀，是个孝顺的人，怎么能受这种委屈呢？这女帝陛下呀，一定会惩罚那个贱人的。去行宫，去行宫，去行宫，去行宫！谢谢乡亲们啊！萧凌霜，你死定了！陛下，潘仁美那厮不知死活，正在街上搞苦肉计，带着一群不知真相的百姓，要向您申冤。申冤？贪慕虚荣，抛妻弃子，他倒是有脸喊冤。陛下，这等跳梁小丑不配脏了您的眼，不如我带人将他乱棍打死，驱散那些民众。他叫来了这么多的看客，没个角儿陪他演下去，岂不是太无趣了？走，朕亲自去会会他，我倒是要看看他还能编出什么样的谎话来。是。大家都来看看呀，这潘大人的头都磕破了。就是啊，女帝陛下做主啊！草民潘仁美受尽了屈辱，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这潘大人真是太可怜了。就是呀，这毒妇呀就该死！这好好的一个家被祸害成这样。陛下驾到，闲杂人等回避。哎，快走！草民潘仁美叩见女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草民潘仁美叩见女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求女帝陛下为我儿做主啊！那个叫萧凌霜的毒妇水性杨花，把我们潘家害得好苦啊！求陛下给我们潘家一条活路吧！潘仁美，你口口声声说你的前妻陷害于你，夺你的家产，还剥夺你的官服，那朕问你，若这一切属实，你确定要对他处以极刑，绝不念及旧情？陛下，那个毒妇丧尽天良，根本不配为人，草民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求陛下即刻下令将他凌迟处死，诛灭九族，以儆效尤。
朕可是听说当年潘家家道中落，流落街头，是你的发妻在外抛头露面，做生意赚钱，供你读书考取功名。他对你潘家倾尽了所有，你如今要将他千刀万剐，就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忘恩负义、猪狗不如吗？陛下明鉴呐！那些传言都是那个奸妇放出去的谣言呐！对，陛下，我儿所言句句属实啊！那个女人根本不会赚钱，用的都是我们潘家祖上留下的积蓄啊！草民能有今日，全凭草民悬梁刺股，寒窗苦读10余载。他一介妇孺，懂什么赚钱养家？不过是仗着娘家有几个臭钱，就在我潘家作威作福，对我娘亲更是百般打骂。草民是念及结发之情，才一忍再忍呐。谁知道他得寸进尺，勾结野男人，谋害草民，求陛下明鉴。草民对那毒妇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他不仅在外面偷人，还企图霸占我潘家的全部财产。草民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拼死拦下了圣驾，求陛下为民做主，还草民一个公道啊！是啊，都是因为我儿太善良了，才被欺负成这样。好一个忍辱负重的忠臣！你所受的委屈，朕全都明白了。其实朕此次南巡，除了体察民情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民间寻找一位相貌堂堂、品行端正的男人，作为大夏的皇夫。大夏皇夫，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朕看潘大人你相貌堂堂，又有如此铮铮铁骨，倒是个不错的人选。我要当皇夫，我要一步登天。陛下，其实草民对您仰慕已久，若能得陛下青睐，草民一定尽心尽力扶持陛下，肝脑涂地，死而后已。草民心里只有陛下一人，绝无半点二心。陛下，草民虽然刚刚遭逢大难，家财散尽，但是只要能留在陛下身边做一个仆人，草民也心甘情愿。草民对陛下的真心，天地可见呐！潘仁美啊，潘仁美，你可真叫人恶心。3日后，朕会在大殿举行择婿宴，拿到这枚金羽令牌，便有资格参加，拔得头筹者，便可成为大夏皇夫，与朕共赏这万里江山。多谢陛下隆恩，多谢陛下隆恩，草民一定不负陛下厚望，一定不会让陛下失望的。草民告退，草民告退。娘，快走，走。别急，爬得越高，摔得越惨。现在杀了他，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亲手将自己送上绝路，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各位大人看清楚，这可是陛下亲赐给我的金羽令牌。今日这皇夫之位，非我潘仁美莫属了。潘公子以后多多关照，女子驾到，众臣跪迎。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平身。谢吾皇。如此威仪气派，这才是配得上我潘仁美的女人。陛下，草民为博陛下欢心，不惜抵押全部家产，终于寻得了这翡翠玉如意，此乃前朝皇室秘宝，价值连城。全天下只有陛下这般尊贵的身份，才配得上这等宝贝。草民对陛下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哎呀，这色泽工艺果真是稀世珍品，
潘公子为了择婿宴，真是下了倾家荡产的血本呐！献上如此重礼，说不定能反败为胜，一步登天呢。干什么？你这低贱的看门狗，赶紧松手！摔坏了10条命你也赔不起。我的宝贝，我倾家荡产换来的翡翠，你这个杀千刀的疯狗，竟敢毁坏我送给陛下的宝物！陛下，他这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求陛下立刻下旨，将他碎尸万段呐！大家都看清楚了，这是什么无价之宝？京城东街假货作坊的印记还在上面，拿地摊上用10文钱买来的劣质石头糊弄当今圣上，你这是献礼吗？你这是欺君之罪！不可能，这可是我花了3万两白银买的，那是我所有家当换来的钱，我倾家荡产都是为了陛下呀，我没有欺君呐！陛下，草民冤枉啊！草民是被人骗了呀！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堂堂师爷府的女婿，居然连真假玉石都分辨不清，居然拿市井的假货冒充前朝秘宝献给陛下，简直愚不可及！还死鸭子嘴硬，输的底裤都没有，还在这丢人现眼。拿假货冒充重宝，还信誓旦旦的说价值连城，这分明就是藐视皇威！像这种一无是处的废物，如果当了皇夫，那咱们大夏的脸都要被他丢尽了。潘仁美，你这品行低劣、毫无眼界、不堪大用之人，就凭你也敢妄想皇夫之位？我明白了，是你，就是你这个低级的护卫，你不想让我当皇夫，故意砸了我的宝贝。陛下，千万不能被这个卑鄙小人给骗了呀！潘公子，你怕不是疯魔了吧？自己拿假货糊弄陛下，现在还敢在大殿上像疯狗一样的乱咬人！陛下，草民就算死，也不能让陛下蒙在鼓里。这个陆昭明看着冠冕堂皇，实际背地里虚伪至极，他根本就不配站在陛下的身边，他根本就不配做陛下的护卫。满嘴喷粪，再敢乱说，信不信我割掉你的舌头？怎么？怕我把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儿抖露出来？陛下，这个陆昭明背地里和我那小的弃妇萧凌霜早就私通在一起了，两人勾搭成奸，早就做出苟且之事。什么？这侍卫竟和潘公子的前妻私通？这怎么可能？草民句句属实。萧凌霜的奸夫水性杨花，不知廉耻，他与陆昭明早就勾结在一起了。今日陆昭明处处针对，就是为了替他出头。此等事你可有证据？若是污蔑陛下的护卫，那可是死罪。萧凌霜那个奸夫为人恶毒，为了攀附权贵，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陆昭明就是被那个奸夫迷了心窍，才来破坏陛下的择婿宴。像这种不忠不义的色魔，必须要乱棍打死，找死！让他继续说，让他继续说。你倒是跟朕说说，你的前妻是一个怎样的人？回禀陛下，那个萧凌霜简直就是天底下最无耻的毒妇，不仅水性杨花，四处勾搭男人，小民好心收留她，给她饭吃，她竟然处处都在谋算小人的家产呢！潘公子，这毕竟是你曾经的妻子，你怎么能当着陛下的面如此辱骂？大人有所不知，当初就是我瞎了眼，才会看上这个毒妇。她长得丑陋无比，粗鄙不堪，连陛下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只有陆昭明这种瞎了眼的畜生，才能看得上那个下贱的毒妇。他俩早就勾搭在一起，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破坏陛下的择婿宴。你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千真万确。草民对陛下忠心耿耿，草民对陛下的仰慕之情，天地可见，怎敢在陛下面前有半点虚言？那个贱人就是嫉妒草民能来参加择婿宴，就是嫉妒我能面见天颜，所以才指挥这个护卫姘头来毁坏草民的宝物。陛下一定明察秋毫，绝不能放过这对无法无天的狗男女。污蔑皇室护卫，罪名可不小。若让朕查出有半句谎言，这欺君之罪该当如何？草民对天发誓，刚刚所言句句属实，都是那个贱妇的错。如有半句虚言，
草民愿遭天打雷劈，五雷轰顶，诛灭九族。求陛下立刻下旨，处死陆昭明这个淫贼，再把萧凌霜那个贱妇抓来千刀万剐。若朕把萧凌霜抓来交给你，你当如何处置？陛下若要能将那交与草民处理，草民定要将他剥皮抽筋，挑断手筋脚筋，让他生不如死。草民还要把他挂在城墙上，让全天下人都看看这不知廉耻、水性杨花的女人的下场。草民要用她的血来清洗对草民所有的屈辱，以泄心头之恨。潘公子，一日夫妻百日恩，那好歹是你曾经明媒正娶的妻子，你怎么能狠毒到如此地步？简直丧心病狂！大人莫要妇人之仁，对于这种无耻的人，就应该处以最严厉的极刑。陛下，草民对陛下之心日月可见，唯有杀了那个，才能表达草民对陛下的忠诚。求陛下即刻下旨，让草民亲手剐了他，绝不留情。潘仁，你真是不知死活！你这双眼活着就是个摆设。你这的护卫，死到临头的是你！我要先亲手杀了你，再把那个夫拉到脚底下，让他生死不能。剥皮抽筋，挑断手脚筋，生不如死。潘仁美，你真是好狠的心啊！草民对他只有仇恨，草民现在只想为陛下尽忠。是吗？你不是想见萧凌霜吗？想亲手活剐他吗？朕就成全你。霜，怎么会是你？陛下，我错了，我刚才都是胡说八道的，我该死，我鬼迷心窍。霜，看在我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你饶我一条狗命吧！住口！就凭你，也配叫朕的名字？朕隐姓埋名3年，早已还清了当年那碗粥的情分。如今你为了攀附权贵，休妻弃家，还要对朕剥皮抽筋。从此之后，你我之间只有仇怨。陛下，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朕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是你自己要往死路上走。潘仁美，下辈子擦亮你的双眼。你不能杀我，你还没有领我的休书，你现在还是我的正妻，你不能谋杀亲夫啊，霜儿。陛下，像这种吃里扒外、以下犯上的无耻老贼，留下就是祸害，让臣一箭了结了他。就这么杀了他，太便宜了，还会脏了朕的眼。谢谢陛下，谢陛下不杀之恩，我一定滚得远远的，不会脏了你的眼。潘仁美，你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你不是最贪恋这荣华富贵吗？最看不起那些穷苦百姓吗？那朕就成全你，传朕指令，潘仁美秦氏剥夺一切功名，没收所有家产，挑断手脚筋，流放京城街头，有事行乞，传令全城，任何人不得施舍他们一文钱，不得给他们一口吃食，违者同罪。朕要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不如死。霜儿，我求求你，霜儿，我不要做乞丐，我是状元，我不要做乞丐，你杀了我吧！陛下英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陆昭明，
臣在。自朕继位以来，内有权臣结党营私，外有敌国虎视眈眈，大夏江山风雨飘摇。朕前赴潘家调查贪腐，受尽屈辱。是你率领暗影卫，暗中护朕周全。今日在这万华楼中，也是你一人一剑，死死挡在朕身前，未退半步。敌军压境，也是你运筹帷幄，为费一兵一卒，生擒敌将，护大夏之周全。你护国有功，情深义重，朕曾承诺你，待大夏海晏河清，便给你一个堂堂正正的交代。从此，朕的大夏江山，朕的后宫，独你一人。你可愿意？你可愿意？微臣叩谢陛下恩典，臣只愿生生世世守护陛下周全，愿与陛下共赏这大好江山。你辛苦了。以后将来如何，前路如何，我都愿为陛下护你周全。好，生死相依，绝不放手。绝不放手。